开保时捷是老板从小的梦想，如今他早已腰缠万贯，见过的豪车更是数不胜数。可一直有辆车让他无法接受，那就是这辆保时捷帕拉梅拉。说真的，我要能开上这辆车，那可就烧了高香了。这老板觉得这个车系又大又笨重，虽然体验感不错，但是外形太丑了，所以就想买来一辆改造。于是就打电话给强子，让他去采购一辆，叮嘱他在改造的时候要融合911的特点，完成后卖往中国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我国汽车市场，所以必须打造出完美的产品。而且帕拉梅拉在我国的销量确实可以，所以老板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两人收到消息后来到采购部，说老板要买一辆 V6 油电混合版帕拉梅拉。听到这句话，员工惊呆了，因为他知道老板是高性能车迷，绝不会买这种车子。其实强子确实撒谎了，这次他又要先斩后奏。骗过了采购部后，他和长发哥来制定改装计划，在车子外表上要结合911的尾翼，内部加装办公桌和电脑，打造出一个可移动的办公室。虽然两人对改车很在行，但是在车身外形塑造方面，还是老板更胜一筹。他召集员工进行头脑风暴，要设计出符合国人审美的车子，才能保证销量。说话间，强子就打来了电话，说车子已经买到手了，而且还是一辆油电混合车。老板听到后勃然大怒，让他们赶紧退回去，不然就别回来。此刻的强子很淡定，再三保证一定让他满意。老板也拿他没办法，只好生气地挂掉了电话。回到车厂后，两人开始制定改造细节。首先就是重写引擎管理电脑，做到和顶级汽油 V8 款一样快，还不失掉省油特性。第二步是安装空气造型套件，让车子像热刀切黄油一样丝滑。最后一步就是在车内装电脑，打造高科技商务中心。如果以上计划都能实现，强子觉得就能成功进入我国市场，并占领一席之地。究竟是一辆什么车子，能把老板气得大喊退钱？原来是强子未经他的允许，买了一辆油电混合版帕拉梅拉。为了打入中国市场，强子买车之前他查阅了很多相关政策，得知我国倡导节能减排的理念，所以才买了这辆车。为了说服老板，长发哥借来了宝马 i8， 这是全球首款油电混合超跑，综合马力能达到362匹，极速状态下达到每小时150英里。虽然车子开得飞快，可老板仍然将信将疑。目前他也没有好的替代办法，只能让强子二人先试一试。他们把车开到改装厂，要先从行车电脑下手，希望借此能提升一些马力。第一步要先做基准测试，发现没改装前是308匹马力。接着他们取下车子 ECU， 进行精密的手术，这是一个细活，手一抖芯片可能就直接报废了。不过好在工作人员手艺精湛，完成后的车子能达到364匹的马力。为了测试车子的安全性，两人把车开到了不限速高速路上。随着速度的加快，可以看出方向盘也越来越抖。强子已经明显感觉到车子有一些抬头，还好及时的减了速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接着他把车开到老板那里，给车子重新喷漆的同时，把车体也进行改造。老板兴奋地展示自己的创意，给车子加了宽体，同时也装了更大的尾翼。虽然老板精通颜色搭配设计，但是对性能结构一无所知。如果再加上一个尾翼，很可能会导致抬头现象更加严重。原本强子打算用风洞测试，从中得到具体数据，可没想到竟然排队到了6个月之后。他只能想个土办法，用2个烟雾弹在前面，长发哥在后面开车，观察不同尾翼下气流的走向。可以看出第一次烟雾还是很稳定的。当换上大尾翼再次尝试时，车尾后面形成了巨大的乱流，空气在来回的向上跑，导致结果非常差，而且还会增加将近2成的油耗。强子将2个结果做成视频，说服了老板拿掉了一个尾翼。女士们女士们光临。这2人为了把车卖到中国，正在努力地学习中文。强子所做的努力可不止这些，为了拿下高端市场，强子不惜把前车座拆掉，给帕拉梅拉装了一台电脑。那么它的电源从哪来呢？就是上面的太阳能板。为了找到效率最高的板，长发哥专门跑到了港口，这里有大量的船，出海的话基本上全靠太阳能。船老板给他介绍了基本情况，整艘船都由太阳能电池供电，阳光好的情况下完全够用。看到这个情况后，长发哥心里已有了选择。不过现在最主要的是先安装车内电脑，因为这辆车是右舵车，所以要拆掉左边的座椅。这里我有一个疑问，右舵车在国内能上路吗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，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过右舵车。说话间电脑已经做好了，不过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简陋？接着长发哥安装太阳能板，把线路进行连接。现在这辆车已经完成了，可以说在设计上是独一无二的。强子叫来兰西福验车，其他方面都挺好的，但是当他看到上面的线路后，态度瞬间转变，不能说乱七八糟吧，只能说粗制滥造。这种做工就想糊弄我国的消费者，连兰西福都看不下去了。强子无奈只能重做，他把上面的塑料膜撕掉，直接让电池外露，这样看起来稍微好了点。接着就拿出在并西西买的车顶鲨鱼鳍安装上去，
现在车顶就算改好了，最后一步就是测试油耗了。两人先把油箱加满。由于最近俄乌局势影响，油价涨了很多，这可花了他们不少钱，所以一定要得出全面的数据，才对得起他们的付出。两人用不同的速度，在不同的路况下进行测试，得出的油耗比V8版本省油2成，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了。一切万事大吉后，他们要赶紧布置场馆。老板非常重视这次会面，所有细节都要亲自确认。可当他看到车顶的鲨鱼鳍后，非常生气，就像是从便利店买来的一样，安装上去很掉价。这时他再三对强子强调，一定要打起12分的态度，不要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，成败就看今晚。随着各种人员陆续入场，当幕布掀起的那一刻，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强子详细的介绍了车子的数据，对于大家的提问也对答如流，他们还是非常满意这辆车的。这位老哥甚至大手一挥，直接预定了10辆，他们又一次的成功了。